立刻来关心一下目前以巴的战况哦。纳坦雅胡他已经宣布说，目前攻入到了加萨市的心脏地带了。那哈马斯的首脑辛瓦也被困在地下碉堡，他们说现在正在收紧包围网，要摧毁哈马斯这些恐怖分子哦。所以他说他们现在已经杀了许多这些恐怖分子。那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瓦解地道来歼灭哈马斯，恐怕要花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全面的在这个地道战里面把哈马斯给歼灭哦。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加萨民众又看到了这个以军已经攻进来的，然后他们就讲说，这其实在往南撤的过程非常的难熬哦，因为他们整个被包围嘛，所以原本没有逃出去的，在加萨这边还遗留下来的一些居民哦，他们还是陆续在往南撤离。但是他说很难熬，因为这些坦克车哦朝着他们的附近开火，就旁边还有一些战火，所以他们最后得要举着白旗才能够通过。因此哈马斯又讲说，你根本是想要羞辱我们这个巴勒斯坦人嘛，一定要举着白旗你才不会攻击嘛。所以其实以色列只提供了4个小时，让他们剩下的人全部的要赶紧撤离。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前总理也认为，其实整体来说全球的舆论已经开始在转向了反对以军对于加萨的攻击，特别是美国对于以色列来说，恐怕只剩下几周的时间能够整体来消灭哈马斯，所以时间并不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全球的舆论感觉反以的这个风潮反以的这样子的一个声浪都已经逐渐的兴起了。那我们看看，以色列说哈马斯是利用医院在作为掩护，所以他们才会炸到这些医院印尼就讲说，你这是在制造这种攻击以为这种攻击为这种攻击在制造舆论那所以他讲法是这样子那是因为哈马斯设在那边。可是你看世界卫生组织讲了一番话，他说不管怎么样，对于加萨医院任何的攻击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们只是在乎说人们有没有尊严的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而不接受以色列任何的说法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目前开战已经1个月了，所以等于是开战满1个月，可是真的是血洗加萨已经有破万名的加萨民众死亡，罹难人数已经超过了乌克兰，其中至少4000多人是孩童。我们看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理甚至还讲到这些，看到这一幕一幕哽咽失声。我们来听一听。والدة الأطفال الثلاثة الذين دفنوا تحت الركام تقول لأطفالها خلوني أشوفهم看了蛮难过的另外一位加萨母亲她说她不愿意洗掉手上的鲜血。我们也来听听。والله ما بخلصوا يا يوسف ما بخلصوش انت لا تحط لي ولادي يا يوسف لا شيل لا 所以很显然是孩子可能罹难了，他手上是孩子的血，他不愿意离开他的孩子所以真的讲起来是蛮难过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爱尔兰这个新芬党现在公开呼吁说要驱逐这个以色列的大使，他们是讲说现在就给我收起行囊，立刻滚出去是讲得非常的凶，非常的生气现在就走。那还有包含伊朗的总统也点名指责美国是不是在纵容以色列杀害平民，这是所有罪行的共犯。比利时的总理更是讲说，真的是看不下去以军的攻击根本不成比例这样子对于加萨来说是一个人道危机。所以我们摊开这样子全球的地图目前我们这样初估统计有21国遍地烽火正在进行抗议这些星星符号遍及了这个美国、南美洲，还有这个欧洲，这个还有非洲，甚至是这个中东地区是最密集的这样子一些抗议。那已经有一些国家撤离了外交官了，比方说像是哥伦比亚，比方说像土耳其沙国都已经撤离外交官，甚至呢玻利维亚是已经宣布跟以色列断交，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以色列赶紧收手。那其实现在因为纳坦雅胡好像昨天已经有透露出来准备要来占领加萨，但是白宫却说虽然我们跟以色列是盟友，但是我们不见得什么事情都跟他站在同一
一立场，所以白宫是并不赞成以色列在战后占领加萨。他说也不支持强迫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迁离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那我们看看。这其实拜登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他有希望纳坦雅胡停火3天，但是最后被纳坦雅胡给拒绝哦。那这个拜登只好讲说，这是希望能够人道主义的暂停，但是仍然没有机会跟纳坦雅胡通上话，所以看起来美国对于以色列也无可奈何，就连现在美国国务院里面都已经有传出这一份文件了，就说有许多的官员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以巴政策非常的不满，这些外交官员对于拜登政府处理以巴冲突的方式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显示现在美国政府内部的立场也存在了很大的分歧。但是你看看，美国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够人道停火，一方面还又给了以色列102亿精准的炸弹呢，这样的一些精准炸弹，布林肯讲说，这是小型的炸弹可以减少平民的伤亡，减少又不是没有，所以这标准是让人家觉得很奇怪的。一些军事专家在讲他就说，你不论再怎么样，以军现在这种作战模式如果不彻底的发生改变，是很难真正降低平民伤亡的。所以你再小的炸弹都一样。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你讲的没有错，它那个炸弹并没有变小，是更精准，但是它的爆炸威力、作战半径是没有变的，所以它打下去的时候，那附近的所有的这些平民百姓一样是照样死亡的。所以布林肯的这个说辞没有办法说服学军事的人我们在强调，也就是说，它只是更节省弹药。例如说，本来我炸这个面积，我可能要用2枚弹、3枚弹，因为以前的炮弹没那么精准，我现在要用1枚炮弹就可以打掉了。那它比较精准，但是它的炸弹的炸伤面积是一样的，所以它对于炸弹爆炸之后的旁边的平民百姓的伤亡是一样。更何况在地面上，哈马斯的这些军事的碉堡设施是不存在的，它都是已经潜藏在地下。那因此，布林肯的这个逻辑是完全没有办法说服人。我觉得以色列已经把他的底牌泄露出来了，就是用加沙河做南北分界。加沙河可以作为一个天然的一个分界点，那他目前看起来是要掌控、占领整个加沙，因为北加沙这个地方目前来讲，你看已经快一半的都被摧毁了，这些房子也没办法再重建了。一定是整个铲平，重新建一个新市镇，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以色列看起来是想要并吞加沙河以北的这块土地，所以对于人会无情的杀戮，然后难民往回撤，然后最后他掌控了整个地方，扫荡完了以后，他的这个地方军力部署进来，然后铲平整个北部的这些平地，重新建一个城市上来，然后以色列人就移民进来，看起来。这个内塔尼亚胡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再多占半个台北市，至少1/3台北市这么大的一块土地。那当然，在这一点上，拜登已经没办法忍耐了。可是问题就是，拜登会真的反对吗？我怀疑。他说他不接受，可是他敢反对吗？不一样不支持跟反对是不一样的。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是2回事，所以我觉得拜登又在玩这个话术，玩文字游戏。我觉得历史大家会记得，以色列这一次的过度的报复性的反击，造成了这么多的无辜百姓的伤亡，1万人以上，几千个妇女儿童的死亡，这些都是无辜的人，这样子无情的杀戮，我觉得全世界的历史都会记得这一笔。以色列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任何岁月，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肮脏的、满手鲜血的历史，都会被活生生的、不断的重新提出来。好，接着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以色列的做法，纳坦尼亚胡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甚至在10月7号以前呢，他为了展现从印度经过以色列到欧洲的铁路当中他就已经表示，整个以色列里头就没有加沙，也没有约旦河西岸了。纳坦尼亚胡的做法是非常高调的，美国的做法其实陷入了两难。
美国的做法在思考上的搞不好还不如我们在台湾的。我们在台湾一开始就觉得说，跟以色列这边谈到任何事情的话，一定要反对，就是说起码要有3个原则了。第一个原则就是立即停火了，然后第二个用国际法来解决，巴勒斯坦要建国，然后第3个的话呢，进行战争的话要有人道主义的考量。那这3个部分的话呢，以色列先完全不管。布林肯啊，美国的国务卿啊，到了以色列3次了。第1次去的时候高调支持，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第2次的时候呢无功而返；第3次的时候请纳坦尼亚胡暂停，还不是停火啊，那个 pause 跟 ceasefire 不一样。但是纳坦尼亚胡考虑都没考虑，马上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这个战事会越来越扩大。这个扩大的方向啊，对后世啊产生了3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我觉得纳坦尼亚胡根本不在乎有230名人质在哈马斯手里啊。哈马斯现在拿着这个人质当中的话呢，我觉得会清零清光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以色列极有可能不但占领加沙，也可能占领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就是整个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完全占领区域。因为根据过去几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以色列只要打赢了胜仗，他绝对是占领土地的，绝对不还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说服埃及开放边界，让这些巴勒斯坦人都到了西奈半岛去，这是他的做法。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呢，这里面特别提到比利时啊，我觉得比利时的总理之所以好像是在反对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欧洲啊，欧洲现有包含法国在内啊，他们的阿拉伯人口都非常多了。其实10%几大概是跑不掉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国内的安全，还有涉及到未来战事的扩大，以及的话呢，要不要姑息纵容以色列到什么程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一次之所以大家看得比较明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新媒体的发达，人人都有手机的感觉，所有的讯息都送出来以后。大家看了真的觉得是太惨了啊！这个例子太多了，而且1万多人里面小孩就死了3-4千人，这还得了？好，来问舰长。我今天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啊，也就是一个记者，他的车子被一个妈妈拦下来了，然后那个妈妈抱了一个小孩给他，但是我看那小孩大概已经过世了，那他们要请那记者赶快送他到医院去。结果现在以色列要攻击的就是医院，他说医院下面有各种地道什么的。这个问题，印尼的外交部以及他的非政府组织，第一个就站起来说不是，为什么？因为印尼在加萨里面，他有医院的。他说医院是要拿来救人的，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跟哈马斯在一起了？他说没有这件事情，这种林林总总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刚刚翟轩在盘点这一些，也就是有21个国家抗议，有7个国家断交，以及礼拜六、礼拜天没完没了的抗议。现在政治人物脑袋还在打铁，很快就变成选票了。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如果以色列再如此打下去，选票会说话的。选票说话，第一个改变立场的就是拜登。那小舰长来拿这一个国际人道法给大家看，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任何冲突的一方，你都要设立中立化的地带，你要给人民一个可以保存性命或者是疏散的地方啊。第二个，伤者、病者、弱者、老者这一些要能够撤出，不是你想打就打的。另外，现在一直说攻击医院，那我就拿20年前的这张照片大家看，这个还是美国的公共电视。这个是谁？这个是2003年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将军，他当时是怎么样信誓旦旦的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的武器，有核，有生物战剂，有化学战剂，但是2023年的今天，美国根本拿不出证据，连电影都拍了，根本拿不出证据。意思也就是从头到尾，这是在联合国的场域里头说谎，
其实只是要满足美国的一个霸权思想，那个霸权的一个目的而已。现在以色列这样做，不过啊，我们转个头回来讲说，大国的竞争呢，首要的目标是什么？是少犯错。现在美国一天到晚讲说大陆的崛起，也就是当时的战略机遇，什么时候？也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你美国这样带着以色列胡作非为，中国还继续强最少20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澳的关系真的因为艾班尼斯这一次的访华，所以感觉到明显的回暖了。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中澳联合发布了一个成果声明哦，澳方也在邀请说，希望能够邀请到习近平主席，方便的时候到澳洲来访问哦。那中方也对此表示欢迎。那联合声明当中也包含恢复外交、战略跟经济方面的通话。李强也跟艾班尼斯会晤了，就是说，今年这个年度的总理会晤已经恢复了。那他讲到2022年艾班尼斯这个会面4次之后，已经把对方视为老朋友。这一次的会面也标志着这个中澳两国恢复了总理的年度会晤。除此之外啊，王毅也跟这个黄英贤有碰面啦，他们就说一定要汲取这几年中澳关系出现曲折的教训啊，指的就是前任政府啊莫里森跟着美国反华，所以感觉上面双方一度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个中澳的大和解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说小院高墙这种做法就是美国惯用的那澳洲也是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这种小院的高墙脱钩断链或者是去风险，本质上面其实美国在讲的都是一种保护主义。那澳洲的经济他们现在讲起来说，有一些学者预估未来会是双管齐下，也就是说经济跟安全一把抓，中美之间可能他们都会保持一个接触跟大陆上面是经济上的接触，以符合澳洲的利益，在安全上面仍然也是会拉着美国不放甚至尽力的把美国框在印太地区来获得美国最大的安全，给予他们的一个保障。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中美的关系也是挺扑朔迷离，我们分几个层面来看，包含这个经贸、科技还有军事现在经贸上面，因为下一周传出习近平将会在旧金山的 APEC 峰会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企业的高层进行一些晚餐会面，预计有数百人会参加，还包含了非常多美国的大型企业的一些执行长。那何立峰也在今天去到了美国，准备要在旧金山跟叶伦有一些会面。那叶伦也在这2天华邮上面有一个署名的文章，他提到了经济不是零和博弈美国有办法跟大陆竞争，但是合作也不会耽误到。所以这一次进博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国的企业其实也是非常踊跃在参加的。他们甚至还讲了一些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经济未来的看法，比方说像是 Coach 的中国区总裁他说下一个中国也还是中国，他非常看好接下来能够有这么大市场，只有中国能够超越中国。那这个百事公司的这个执行副总裁也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十分有信心。那科技上面呢，其实你看看这一番这个实话就是参议院的领袖讲说，现在看起来美国的科技电池技术已经落后中国大陆20年了，这拜登输惨了，得要赶紧急起直追那你看看 NVIDIA 现在不是有这个美国的禁令，没有办法卖到这个大陆市场来吗？哪怕是这个特制陆规那路透社讲说，现在百度原本要订购 NVIDIA， 现在就转为向华为来买这些 AI 晶片这个意义他说非常重大，也代表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向辉达来订购了，很多企业可能都要开始转向，就是大陆它自给自足了。我可以跟其他就是大陆厂商，我们一条龙式的所有产业上中下游全部自己通包，不再需要美国的这些供应商了嘛。那另外还有北京也宣布在这个
叶伦讲完话之后，北京就有反击，他说稀土将会纳入需要报告能源产品的目录，来强化出口管理。也就是说，接下来想要跟大陆购买稀土，恐怕也有一些难关要过。那军事上面，中美的外交官现在在华府举行一些军控的对话。那另一方面呢，奥斯汀也说希望能够跟新任的中国大陆的防长人选来在会底碰面。那到底会是谁呢？现在张又侠的呼声似乎比较高，他似乎在这个香山论坛里面担任这个适时的防长，虽然已经年过70，但是因为张又侠的父亲跟习近平的父亲同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两家是世交，所以现在外界讲说，有可能张又侠的呼声比较高，然后也可以因此成为习近平的这个亲信。那反观拜登的2024，看起来，我们昨天有提到，他有一些摇摆州现在都输给了川普还不止如此，连任又再现危机，他的家人涉嫌是不是有洗钱这样子的情况啊？指称是说从中国大陆这边洗钱了7.7亿现在传出要再收20多张传票，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也就是7.7亿这样换算了。9名的家族成员当中都有从此获利，还有他这个大方的援外，就是说，比方像是乌克兰以色列都一直给予一些援助，可是呢，却搞不定自己国内的学贷豁免，所以很多年轻人是不支持拜登的。再加上现在这个以巴的冲突很多人是质疑拜登的做法。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的议员克鲁斯他也是这个奥巴马的之前的一些官员奥巴马时期的官员，他竟然讲了一番话，他说明年呢，希望推动蜜雪儿取代拜登来角逐这个白宫大位他说现在应该要思考，他原本是帮这个奥巴马操盘嘛，他说现在应该要思考是不是拜登还要继续选连任了。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中澳的关系阿班尼斯经过18个月的努力，其实他很清楚的知道，过去这个莫里森他执政的任内，把中澳的关系搞坏，那给澳大利亚带来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那他能不能因为这样子向美国表达忠诚，可不可以从美国那边得到好处？看起来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对来讲，反而他的市场却被美国人抢走了。例如说龙虾的市场，美国人抢走了；红酒的市场，美国人抢走了；大豆的市场，美国人抢走。所以对澳大利亚来讲呢，他突然间发现，他们根本就是一个二愣子，就是帮美国摇旗呐喊，然后拿针、拿竹签这牙签去戳中国大陆，戳了半天了以后，因为澳大利亚太小了，军队才6万多人。面对200万大军，坦白说，在军力方面，大陆不会把澳大利亚看成一回事。然后以国土面积、以人口数这么少，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实基本上是易攻难守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兵力太脆弱了，也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咖。再加上整个经贸里面，澳大利亚是几乎是完全依赖中国大陆。没有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只能过小康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前总理的顾问已经讲得很明白，说没有大陆，我们只能过小康；可是有了大陆，我们就能够过富裕的生活，因为它的出口中25%是卖到中国大陆去，而它的就业人口却占出口人口，也就是出口贸易占它就业人口也占了25%，1/4。那这样的情形下，等于是中国大陆提供澳大利亚很多的就业机会跟很多的财富。那这样的一个国家，竟然澳大利亚把它搞坏。那现在的这个艾班尼斯上来以后，18个月的修补，慢慢的取得中国大陆初步的信任，双方回到过去50年前重新开始正常化。不过我觉得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是意有所指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还是要继续看你澳大利亚怎么做。为什么？第一个，他讲到小院高墙，我们都知道小院高墙就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把自己筑一个，然后切断跟大陆。那这个难道不是指的就是5G 吗？难道不是指的就是华为吗？所以我们也在看下一步，澳大利亚开不开放华为进入澳大利亚。我觉得这一步要看你澳大利亚有没有做出来。但是中澳的联合声明里面没有谈到这一点，我倒是有点意外。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他就讲到小圈圈，那就是澳大利亚你加入 AUKUS， 你加入 QEAD， 这些都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
那也就是你澳大利亚要不要继续玩下去，你看着办。好，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对啊，我这个觉得目前为止整体来看呢，我是这样的看法了哈。这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尼斯也好了，黄英贤也好了，他们基本上对中国采取的态度，经过上台以后18个月之后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表征啊，因为我觉得说重点还是在中美关系啊，没有美国的默许啊，阿尔巴尼斯的话呢，他的做法也不会如此积极。那么，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套过以前这个克林顿说过一句话：“笨蛋啊，关键点是在经济啊，不是在科技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感觉得出来，美国对中国进行的科技打压，因为科技本身的内容当中呢，它符合了2个效应。第一个效应呢，是美国内部认为美国就是要打压中国的科技的发展啊，将来的话呢，有可能中国科技发展过于迅速，取代中国霸权。那这个的话呢，科技的问题，美国人会觉得说他的科技会世界领先，中国觉得他也不会永远落后，所以这个科技的问题打压，你有你的科技不卖给我，你是自己不要这个市场也无所谓。但是关键点是澳洲也好，这个美国农业部也好，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这次在上海所召开的进博会、进口博览会里头，进博会的意思跟我们的这个出口展览是很不一样的。进博会本身是一种善意的，要开放自己的市场啊。我自己去过进博会啊，不止一次了。所以说呢，我可以看到，原来我看到进博会呢，大部分都是巴基斯坦啊、卖地毯的啊、土耳其啊什么这些。但是这一次的话呢，非常不一样。美国的农业部、澳大利亚的这个全方位的进去，甚至于美国的美光的高科技公司都进去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要的是这个市场。啊，然后大陆本身的话呢，也是把这个市场的话呢，对这个其他的国家原来对我印象不管怎么样，就尽量开放，这个是做到了。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前进救济3呢，这个亚太经合会当中的话呢，习拜会呢，按照这里面所讲的话呢，大概势必要举行。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期待非常多，中国对美国的期待只有一个，就是讲话算话，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情相对而言的话，你就整个局势来分析的话，大陆觉得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这个不是单纯的重中之重而已。最重要的是，因为中美之间要见面的时候啊，所有的事情的话呢，就要有分轻重缓急。那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但是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那其中底层上最严重的风险就是台湾的问题，所以台湾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承诺的话，我觉得中美关系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好，接着请教舰长。事实上这次大陆跟澳大利亚两国的领导人，那事实上他第一个他确认了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最高等级的关系。第二个，再次重申1972年两国的外交关系的一个联合公报，那其中就包含了刚刚苑老师所讲的一个中国。那这一路走下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的就是，现在我们以为我们在选那个蓝白合，事实上不是。整个世界的局势就是导引着台湾不得不要跟大陆要和平相处。那当然在这其中，习近平主席他讲到了，事实上小圈子无论是小院高墙、脱链端钩或者去风险，其实都是保护主义。这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再让 WTO 继续运作的主要原因，他们都变成双边的一个谈判。但是对于澳洲来讲，虽然他很想政军分离，但是这永远切不断的。舰长，借我补充个讯息哦，刚刚有一个快讯进来说，习拜会的日期已经敲定了，11月15号会在旧金山来登场。那我们请舰长继续。好，这中间就是有一个 AUKUS 的问题 ，AUKUS。澳大利亚要获得3艘，甚至至多到5艘的 Virginia 级的核动力潜舰。那但是呢，其实澳大利亚他们也闻出另外一种味道，什么味道呢？也就是美国跟英国要对于澳大利亚出口，它必须先修正它国内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也就是 ITAR，
可是到目前为止，动都不动。那动都不动的情况之下，你是有心还是根本就无意要卖这些核动力潜舰给澳洲？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就像我们台湾想要潜舰国造，对于澳洲来讲，潜舰对他们来讲也是重中之重啊。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一下这个冯世宽哦，他提到了这个赖清德称义务役不会上战场，不小心吃了诚实豆沙包，告诉大家当然要啊，要上战场。他说当兵就是要上战场。那另外一个他又不小心讲出实话的人是谁呢？又被问到于北辰质疑这个徐春英心会在台湾吗？就人家觉得说，这个于北辰的话很有争议哦，结果冯世宽又不小心说了实话。我们来听一听。那你觉得义务役要上战场？宪法有规定嘛？这个我们都这个国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那你服完兵役之后要上战场的时候，当然你要上战场。你怎么看这个陆配徐春英对将却认为说他长在中国，教育在中国，嫁来台湾，心会在台湾吗？您认同当初哪一个队长讲的？于北辰。不要问他好吗？好不好？这种人物还要我来批评吗？那照全民都会批评他吗？您会不会担心有国安的影响？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有这个，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对，再帮大家补充一下，于北辰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很知名的哦，就是210将军以及土房哥都是他的称号哦。所以讲到了于北辰，我们的大鹏部长忍不住哈哈哈哈哈，然后我们刚刚现场也忍不住，来宾们也跟着一起笑了哟。那其实于北辰的父亲呢，他也是从山东来的呀。如果以他的标准哦，就是什么生在这个大陆，教育在大陆，然后到台湾来，这心会在台湾嘛？他爸爸就是哦，他说曾经讲过，爸爸是山东的流亡学生，713事件，校长告诉他们要到台湾去念书，然后爸爸就跟祖父说我要去台湾念书，上船之后发现了不是来念书哦，是要来当兵哦。可是他爸爸符合这几项条件，长在大陆，教育在大陆，来到台湾，心有在台湾嘛，所以是不是不小心也骂到了自己于爸爸哦？那如果这个标准我们再放大来看一下，最近很抗中保台的这几位啊，比方说像曹兴诚，他自己的出生地同样是在大陆哦，中国大陆北京。那石板民夫，我是看到这个梗图才晓得哦，原来他在天津出生的呢。所以，你们这样子，这个生在大陆，心会在台湾嘛？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用于北辰的问题来问问他们？那所以现在每到了选举，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常常都在讨论到说，抗中保台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这就是民进党开始要操作的一个选战的步调嘛。选战几部曲就要开始抹红这个抹红那个，那现在演到哪儿了？徐春英嘛，徐春英的事件，然后讲说这个国台办所属的台湾这个中国台湾网以结婚10年却不得定居台湾，民进党是不是打压这个陆配惹怒这个为题目哦？所以这个民进党就跳起来就讲说，这是一个认知作战，为了选举操作，企图导向民进党歧视陆配，对陆配有敌意，然后诬控政府不保障陆配权益啊，不然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们干嘛不让人家可以担任不分区呢？所以自己讲话就挺矛盾的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阳明哥哦，他还出了一个招，就说给国民党参考看看呐。因为呢，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牛春如哦，其实他当时也是在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里面。那现在因为就是得到政党票比较少，所以他并没有列为这个立委哦。他就说，现在如果国民党想要挑战陆委会的话，就让女性的不分区立
立委请辞，然后呢递补顺位第一的这个车宜静放弃递补，这样子呢具有陆配背景的牛春如就会递补进立法院哦。然后小常识跟大家讲，牛春如当初是于北辰推荐的哟，然后呢这样子牛春如就可以进去立院了。那到时陆委会会不会要求牛春如也放弃这个大陆籍呢？那2021年8月26号，具有这个陆配背景的石雪燕递补担任南投县议员，请问当时有让他放弃这个大陆籍吗？那时候的陆委会跟法规跟现在的陆委会跟法规是不一样的吗？2年前的陆委会不是现在的陆委会嘛？所以哎呀，就是选举到了啦，因为靠近这个2024越来越接近啊，陆委会当然就变了哈。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美国是不是要力拱台海变成第3战场？我们今天看到很头版的消息啊，就说6座暗制鱼叉飞弹哦，要遍布北中南，然后就引发了一些当地民众的一些反弹哦，像是云林虎尾这一边，在地的，比方说像是这个张立善哦，然后他们还有甚至一些在地的议员，然后都反弹，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把我们这边设置这个暗制鱼叉飞弹呢？那国防部说会持续的做一些睦邻的工作。那经济学人呢？有这样一篇新的报道，讲说，如果大陆侵略台湾的话，将会陷入到补给的困境哦。登陆台湾需要用到的船啊、车啊、物资啊，远超过诺曼底登陆这1944年的规格哦。也就是说呢，他们如果大陆的这些军队上来台湾的话，会面临到补给的困境。我们是觉得有一点怀疑啦，就是离得也蛮近的，这个补给会有困境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台湾会不会真的有困境哦？看到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告诉我们说，民间的一个兵推哦，就说请不要轻易相信细盾可以挟半导体以令诸国哦。更严重、更脆弱的是，如果我们一旦就是被围岛的话，我是不觉得说这样子大陆自己补给有问题，因为是我们出不去嘛，他们自己是沟通无碍嘛，这个很通畅嘛。那我们自己围岛的话，这个能源供应哦，战备储量，大概这个燃煤只有42天，1个多月。那天然气呢，2个星期。然后呢，这个电网关键枢纽集中3大超高电这个高压变电所，一旦摧毁的话，可能这个全台湾的网络都会被瘫痪，所以看起来我们好像比较脆弱一点点。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第一岛链这边，美日推动了这个菲律宾到南海的最前线哦。现在美国、日本年度的联合军演4+1，所以这个菲律宾也第一次用观察员身份来参加。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底开始发布的演习公告，11月将会和美国的卡尔文森号打击群进行年度的联合海上演训，到时候呢，菲律宾之外，还有这个澳洲、加拿大这个皇家的海空军也会加入演习哦。菲律宾是用观察员身份。那美国现在还砸了7亿元要来改善菲律宾基地哦，这个巴塞空军基地这个跑道的改善工程也即将要完工落成了。那也是强化这个菲律宾跟美国2国的联合战力哦。日本也打算说，要来援助菲律宾雷达，再追加5艘巡逻船呐。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日本跟菲律宾正在缔结一个准联盟的一个关系哦，也就是说，未来跨的可能还会加1哦，就还加上菲律宾这种角色这种概念啦。那我们看看这个山东号最近有一些消息哦，有这样的一个山东号航母这个行进的轨迹图，从菲律宾这边这样子过来，然后又回到了台湾去了。人家讲说这个轨迹图显示，可能解放军正在演练怎么攻击关岛，因为这个位置跟关岛离得比较接近哦，所以是不是在演练这样的一个模拟形态当中呢？那不过美国跟中国大陆哦，现在也在进行一个军控对谈，这也是睽违多年了，也是为了避免台海失控啦，所以一边有紧张，一边也在控制当中嘛。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冯世宽是一个直率的一个退役的高阶的将领啊。我们也都知道他的飞行技术是过去是相当不错的啊，一个在军事方面有专长的啊，那现在担任退辅会的主委，他问到是哪个将领讲的这种蠢话啊，然后记者就回答说俞北辰，你看他的直率的反应就是哈哈哈大笑，说这种人物还需要我凭借吗？短短的几句话讲得透啊。
就讲得很透彻，就是这种人物还需要他凭借吗？用出生地来论这个人的心往哪边走，这是多么的幼稚、愚蠢跟可笑的事情。因为冯世宽就是在江苏出生的，那你就直接就打脸冯世宽。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赖清德，你不是说你孙子回来了吗？我们只知道他的孙子是美国人嘛，但他孙子是不是在台湾出生呢？不是。如果不是的话，要选总统的赖清德的孙子心不在台湾。赖清德你还请俞北辰吃饭呢，那你是不是应该要问一下俞北辰啊，你什么意思啊？还有这么多在日本跟美国出生的这个台独的后代，他们的心绝对不会在台湾。我想这么幼稚的讲话，不过他越讲话越让解放军越敢打台湾。为什么呢？因为会有这种效果，不是因为解放军会看说，原来台湾军中的军事将领就是这种程度，就是70加70加70，就210，所以2枚7的导弹就可以打下所有的，这厉害。旁边笑到发抖。这个是因为我都听不下去了，因为我跟军队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真的是有水准啦，不得了。好，我们来请教舰长。必须这样讲虽然我以前对于冯世宽部长的很多政策，例如说很帅气的艾森豪小夹克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他这一次他讲这个话，哈哈哈，不要问他好吗？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是不是？好，我们基本上不谈这个人，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一次那个大陆的山东号它的航机是红色的这一条。诚如刚刚翟轩讲的，它没错，它就是接近关岛，所以关岛在2027年之前，它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刺猬岛，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此。那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山东号嘛，那它的能力就是辽宁号而已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不是国防部的统计，也不是央视军事的内容，这个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他提供的数据也就是去年12月17号到31号的辽宁舰，它在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东南海域也就是在菲律宾海的部分，15天320架次的起降。那在今年的4月，也就是利剑操演的时候，10天330架次，有没有发现？如果上面这个用除的话，大概那个它的数量应该是21.3架次，到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增加到330架次，不是33架次每天了。那可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次，也就是刚刚离开的这个11月5号的话，它在9天执行了570架次，也就是这个数量大幅提升。大幅提升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就是他们自己要做提升这个战备训练，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现在辽宁舰它还在它还没有完成海试它进屋级维修，它还没有完成海试，然后它的上面的舰载机必须要到山东舰这边来进行起降，所以它的人数很多，它要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讲这一次跟10月叫出来这次，通通都是人启动。但是我一定要讲这个，就是法广说，哎呀，这个山东舰受到雷根号跟卡尔文森号夹击什么根本不是夹击。怎么说？他们这个是我们看到11月2号好像是夹击，但是我们看到11月6号这个美国海军新闻他所提供的，也就是他们是要做演练所以大家不要再做
认知作战。好，苑老师。聊聊俞北辰吧。提到713事件啊，认得我的人都知道，这个我自己家里啊，那个就是把学生带到台湾，然后从澎湖迁到台湾的人的那个迁校的校长就是我爸爸嘛。所以说我在景美的人权博物馆2次跟大家谈一下713事件的过程。我觉得俞北辰呢，他本身呢，他讲的2件事情呢，我跟这个人不认得，但是因为我跟713还有因为都是我们山东老乡的关系，所以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啊，只要一听到山东人话呢，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而且在台北市的外省人当中，我曾经领过山东奖学金是李登辉颁的奖啊，他自己亲口说，就是说连太太算进去的话呢，台北市有1/4山东人，人数非常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俞北辰呢，他犯了2大错误啊，这个2大错误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说，这个冯世宽讲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他一听到这个俞北辰，可见的他犯的错误是非常多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俞北辰这话在制造这个避重就轻啊，讲他爸爸什么要到台湾读书，然后被骗什么的。事实上的话呢，当时没有人知道是要到台湾去的了。就是流亡是从，我爸爸是从山东到湖南去跟这个烟台林州会合，他姓俞，我一听就知道他是靠海那边的人了，所以说的话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个时候到了广州的时候，是我们山东的省主席叫秦德纯做保，让大家本来的话呢，一个校长说要去贵州，另外的话呢，要到不能进台湾，可以进澎湖啊，这是来澎湖的原因，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段。所以俞北辰他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并不清楚，但是他故意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好像来台湾是块宝地。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人知道要来台湾，事实上也没有人愿意要来台湾啊，因为自己在家里待得好好的。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讲到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就是说俞北辰的话呢，也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也是胡扯八道的。就是说你生在哪里就爱哪里的话呢，你就不会向哪里。这种改变，这个骂的人太多了。基本上的话呢，骂了非常多的人，尤其是民进党，那骂到赖清德本身的孙子啊，就是说这个自己的话呢，感觉上，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们人生在哪里啊，就是说获得哪里的国籍是一回事，但是你的心在哪里的话，随着成长的环境啊，你比如说的话呢，我现在的话呢，人虽然生在台湾，我对大陆印象好得不得了。那这个的话又作何解释？我一定爱台湾吗？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是要用俞北辰的话来问他自己，他对于他自己的爸爸的事情。另外第3个，我觉得俞北辰自己要觉得有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他这里面骂的意思好像你知道你爸爸本身来到台湾以后是在中华民国底下变成了兵，就是让你当了将军的那个中华民国啊。你知道吗？你骂的对象太多了，而且你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我刚刚真的听不下去。就是说这种水准的人呐，那个旁边的话呢，都是跟军队有过关系的人啊，他们不好意思讲。我在讲啊，这个真的是俞北辰的这个将军是怎么升上去的？你自己要好好问一下，你自己讲的话不能够让人家觉得说因为有你在，所以这个台湾根本就没有任何战力可言。你当这个将军，你本身你要对得起你的那份薪水、你的那份责任，还有你那份荣誉啊，对不对？因为你当薪水不是乱讲话的，你跟我们名嘴不一样啊，你懂吧？我们本身呢也不是乱讲话的，也是要照逻辑来讲事实啊。你这个本身的话犯的错误实在是太可怕了。你既然讲到徐春英我必须要强调，什么叫不分区立委？就是选贤举能啊。那民进党还一度考虑要那个瑞莎的那个乌克兰教那个体型体操的人来这个担任不分区立委，他们完全拿这个选举当儿戏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